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周先生39岁，来自湖北，装修队队长；薛女士44岁，来自湖北，全职妈妈。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谁为这段婚姻付出的更多？我付出的多，我们都是2婚，孩子也一样大，家里都是我管着，他却处理不好和前妻的关系。我付出的更多，我一个人挣钱全家花，还总是要花心思解决前妻和孩子之间的问题。你接受不了对方的什么缺点？他窝囊，他害怕前妻，并且窝里横，对我态度不好，对朋友却两肋插刀。他现在不上班，还总嫌弃我挣钱越来越少，爱小题大做，在我朋友面前总是不跟我留面子。通过短片，我们大概了解了2位的一个状态。你们是第2次婚姻，对吧？对，啊，2个人都是哈。啊，都是。然后都有一个孩子，年龄还一样大，差不多，他的孩子就大几个月。就都是女孩吗？对。主要说了一个矛盾，我就听到一个词：前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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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好像问题都是围绕这个人发生的，是吗？对，他就很窝囊，很害怕他前妻，什么都不敢去争。比如说什么嘞？我们孩子不是一样大吗？就在一个学校里面。他前妻有时候去接孩子，就在学校门口，就跟老师可以聊天聊1、2个小时，然后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我是第三者。他在外面抹黑我，他却无动于衷，什么话都没有，让我在外面受委屈。哪有？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他像牛皮糖一样的，不能理他。他前妻觉得是因为你破坏了他们的家庭才分开的吗？对啊。可实际情况呢？实际情况就是他们已经离婚几年了，我们才认识。所以你希望是他应该出面去跟老师澄清一下这件事。不是跟老师澄清，他要跟他前妻说呀。不能在外面败坏我的名声，是不是啊？我说过了，但是没有用呀。好，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呢？还有嘞，就是他前妻就很反感孩子跟我们一起出去玩。有一次吧，我们就说了带孩子出去玩，他前妻知道了，就马上打电话来说，不行，我现在就要接孩子。孩子就不想去，就想跟我们一起玩嘛。他也说了，我们吃完晚饭就把孩子送回去。结果呢？他不行，不依不饶，就跑到我们家里来了，堵在门口，又哭又闹，说什么女儿啊，你不要害怕呀，妈妈来救你啦，什么什么的，闹得街坊市民全都围观，好像你在欺负他女儿一样的。不是欺负了，他就是觉得我们在绑架他女儿一样的。监护权是他妈妈的，是吧？监护权是我的，他的妈妈随时都可能会过来吧。他可以随时探视孩子，对吧？他有探视权，但是他探视的太频繁了，他认为就打扰我们的生活了。我觉得就不理他就行了，你越理他越上劲嘛。那天是怎么处理的？他就把孩子牵着一起回房间，关起门来就不理，等他前妻在外面闹。然后我都没办法了，左邻右舍都看到，我就只有找居委会来调解这个事情嘛，是不是啊？还要我出面，为什么不是你出面呢？我不想理他。那总是这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我还是一开始很想当好一个后妈的，对鱼碗水单平，买什么东西我都是2份，但是孩子就不领情嘛，要不就是把我买的东西退回来，要不就把我买的东西就扔掉。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跟他解释过了，因为这个大女儿的妈妈她是比较强势那一种，她就不让孩子用她买的东西，也不让他怎么跟他交流。这一次一次搞得我就心寒了嘛。孩子就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的。但你为什么不去说服孩子呢？孩子我跟他说了，他也认知到这个问题，但是他的妈妈会比较凶嘛。那您的孩子呢，也跟你们住在一起吗？对。那所以你们家现在是一家4口一起生活？对呀。2个孩子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先一开始还挺好的，但是严重的事情后面就发生了嘛。他们住校，有一天晚上9点半钟了，我女儿就给我打电话，她说：“妈妈，你能不能到学校来接我呀？我害怕，我就没办法，我就。”把他接回来就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搞了好半天，他才跟我说，他说：“妈妈，我不想去学校，姐姐专门欺负我，针对我，就是联合其他的同学孤立我。”
那我已经不想去上学了，孩子就已经有点抑郁了。然后他也是的，我是后妈，我不好说孩子，是不是啊？我就说，这个事情你就应该去教育孩子了。我都跟你解释过很多次了，对不对？小孩子他长大一点，他现在受他妈妈控制，对不对？没有，你总能说是小孩子。你不能以这样的理由二次去伤害自己的妻子了。你是他爸爸，你是可以说重话的。孩子已经做得出格了，过分了。他们俩关系好的时候，是你们两个人还没有结婚呢，是吗？刚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也挺好的。那是有什么事件导致了他的女儿开始欺负你的女儿呢？就是他前期就频繁的来接嘛，就是不想我们好过，就频繁的来接孩子，跟孩子灌输一些观点嘛。在你们两个人没有结婚之前，你前妻是这个频次来探望孩子吗？也有，但是没有这么频繁。可能他就是看到我过得好了吧，因为我以前跟他两个争吵比较多吧，他那个性格比较霸道，很有控制欲，也不孝顺，所以我就跟他离异了嘛。离异了，然后以前小孩总是跟着我父母一起嘛。他过来的时间基本上很少，不管不顾的。后来我跟他谈恋爱了，我们两个在一起了，孩子也在一起了，他就通过孩子的口，感觉我们过得比较好，心里不平衡一样的。嫉妒。你们这个事情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最后呢，我就说他妈妈既然总是来找，也总是想把孩子接过去，只有给大女儿转学了，然后也接到他妈妈那边住了，是吗？对。孩子多大呀？孩子16、17岁了，现在都16、17岁了。对，这个孩子有点真的不懂事。在妈妈怎么说，他应该看这个后妈对他的态度。不是的，你知道是我生气点是什么嘞？因为是他害怕他前妻给他的女儿也做了一个榜样。我爸爸对我妈妈都是唯唯诺诺的，这个事情就可以平息。那我可能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都受不了他。你认为一个小孩子他能主导他妈妈的什么吗？你都不强硬，你态度不强硬啊！你当然这样啊！我说过很多次了，我跟他强硬，他像牛皮糖一样粘到我身上，我的日子还要不要过？我跟你过不过日子？你一次性就把事情解决了，就不会有后面的事。那你们两个人的日子，难道就只有前妻这一个因素，还有其他的问题存在吗？还有啊，就以前我还是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就后来我父亲生病了嘛，我就辞职在家里照顾，基本上现在赚钱都是靠他一个人。这1、2年那个工程不是太好接，特别是这1、2个月他就没有什么收入，每天就在家里躺着玩游戏。我就说他，我就唠叨他，我说你一个大男人，你不能老是这样在家里玩嘛，你要出去找点别的活干。然后跟我说，你怎么不去做事？你怎么不工作？我不是说真心让你去工作，我说过很多次了，你不要老是纠结这一点不放，对不对？我说过很多次了。我要是工作了，家里老的小的谁照顾？老人怎么了？癌症。现在岳父已经过世了。就是最近现在老岳父过世了，是吗？对，那就可以去工作了呀。基本上家务还是比较多的吧。我家务全部都是我在做，出去请个保姆1个月要5、6千块钱吧。我出去工作还赚不到那个钱。我们没有否认你的价值，因为是这样，每一个女人可能不同的选择，有人选择出去工作，有人选择不工作，这个我觉得没关系，没关系，不是说强迫你一定要出去工作。那你觉得，因为男士说了这个话，你觉得挺伤心的，对吧？伤到你了。我不是真心的想让他去工作，只是当时他说把我说情绪上头，对吧？对，我就说你看你现在情绪上头就可以找我吵架，就喝了酒就跟我撒酒疯说这些话。那不是你也知道，那是酒的关系，不是他的人的关系。那酒后吐真言呀。对呀，他都真言都吐出来了，听进去了吗？对，跟您说的一样，他就听进去了。你只要跟他有什么反驳他就拿这个话啊，你现在就天天催着我去上班，让我去挣钱，什么什么的。你不就是现在自己压力大了，把压力给到我了吗？你一个大男人，对，大男人是吧？在家里家务也不做，你躺着玩手机，为什么你不能去工作呢？停一下，我没有不做啊。你做饭，我是不是要洗碗？你拖完地，我是不是去洗拖把，对不对？你做个事磨磨唧唧。抱怨连天，虽然态度不好，但是我还是做了。以前你没让我做这些事情，你是不是所有事都做？你就做那1、2样。如果你们俩换个位置呢，就是他在家里做哪些事儿，你出去工作，因为他现在的确是平静啊，找着工作。那我实在做不了，因为我真的做不了家务。但是如果你们2个人全部在家，这个家怎么办呢？您现在是一点生意没有，还是怎么样？现在主要就是要追讨以前那些做的一些账务。啊，在家做什么呢？就打打游戏啊，跟朋友之间聊聊天、喝喝酒啊，
还是想维持一些以前的关系嘛，他就不理解。10天半个月就要把朋友领回来家一次，我就既伺候他，还要伺候他一帮朋友，最后还要抱怨说我甩脸色给他朋友看。我都有洁癖的人都快被他的那些朋友治好了。那朋友来了，你不能热情点吗？每次冷冰冰的啊，喝不喝水啊？啊，吃好了没有啊？那怎么不是你去动嘞？你作为一个家的女主人，你那冷冰冰的，就是因为我没工作，这就是我应该的。还有经常出去跟朋友吃饭，对，吃饭谁买单啊？都他买单，他抢着买单，因为他这个好面子嘛。那不是都不挣钱了吗？哪来的这个开销的费用啊？以前还是有一点积蓄的，虽然这1、2个月没做事，我跟他解释过很多次，朋友的关系要维护。现在没有事做，万一以后他们有事了，对不对？你像这样坐吃山空，这个家怎么过？你是做装修的，对，主要自己做包工。啊，包工。那么以前你是做什么工种的？水电。现在水电工的生意很好啊，你完全可以不去包工程，自己做水电啊。他的意思也是让我出去跟人家去做嘛，但是我就拉不下那个面子。我觉得我以前都是带着110来号人做事的，现在让我去跟人家去打工，是吧？我就觉得不好听。他这个跟朋友们经常出去吃饭啊、喝酒啊，是不是对朋友的付出会很多？他对朋友特别好，讲义气，两肋插刀，朋友一叫马上就过去了。有一次晚上9点半钟了，给他打电话，哎，你过来帮我把家里的门锁修一下，我进不去了。他屁颠屁颠的就跑去了，路上来回差不多2个小时，到家了以后都已经12点钟了。如果是我晚上9点跟他说，哎，你去把衣服晾一下，那不可能。你外面这些事情你肯定要维护，对不对？朋友嘛，男人嘛，你都维护，这也维护，那也维护，是不是都是生意上的伙伴呢？还有什么事儿呢？维护朋友的？我们2个都没有度过蜜月，这2个月没生意，他就跟我说，他说，走，要不我们去长沙转一转。我心里还挺高兴的，你知道吧？我就以为他是在维护我们夫妻间的关系，想要缓解一下。我非常高兴，订高铁票，订房间，然后买了几套衣服。我说还可以拍拍照，在朋友圈显摆一下，是吧？谁知道呢？又是一盆冷水浇下来。怎么了？他朋友给他说：“你出来陪一下我吧，我跟我媳妇闹离婚了，心情不好。”他马上问都不问我一声，马上就说：“那正好，我跟我老婆要出去旅游，要不我们一起吧？”然后回来才跟我说，只能把高铁票退掉了，我们就自驾去吧。他们在前面聊得热火朝天，他在开解他的朋友，我在后面就像一个透明人，而且我坐在后排，我都是局外人，他的朋友就是最重要的。朋友遇到事了怎么办？那你没想过我也遇到事了，我也不开心呀。我们随时都可以，我随时，这有随时吗？结婚几年了，我跟你出去过吗？唉，今天来我们爱情保卫战，2个人想解决问题是什么？我就是说，我们2个人都是2婚嘛，走在一起特别不容易，我还是想维护下去的。我就希望什么呢？第一，他在他老婆面前能硬气一点；第二，他能前妻面前吧，咱们用词要准确啊。前妻是他老婆，我现在已经都气糊涂了。我在你面前硬气一点，对不对？我就希望他能够正确的引导一下孩子。第3，对朋友呢就适可而止。总之一个表达，你觉得你在他心里没那么重要，是不是？对，所有的事情都能排在你前面。对，周先生呢，你有什么诉求呢？我的诉求就是他在家里不要那么唠叨，因为我在外面有时候应酬，思想上面很累，回来了我就想懒一下啊，躺在床上玩个手机。他呢，每次做点家务，他就过一会儿啊，老公跟我来帮忙把桌子搬一下，我要拖个地。过一会儿，老公你来帮我把板凳移一下，我要拖个地。我就觉得这样子很烦呢。我问你一下，你前妻以前是这样的吗？都有点记不清了，但是还好吧，因为我也在外面忙的很多，都是他以前跟我父母住在一块，大部分的家务都是我父母做，前妻是不管的。所以不做家务的女的是最好的，对吧？因为不唠叨你也不烦嘛。我没有这样说，我只是说让他少叫一点，对不对？你能不能一次性？你比如说学聪明点儿，不干活儿就不唠叨。
问题大概就这些，是不是？对。那今天就是希望老师们帮你们想想办法。你觉得这日子过得有点难了，是吗？我就是挺憋屈的。憋屈的是吧？哎，憋屈是憋屈啊。来，我们听听各位老师的建议吧。我觉得你们要不就是跟你前妻，你们3个人坐下来，真的是得谈一次。第一点，你们必须要确立明确的沟通，而且你们要设定明确的界限。我觉得你们最好能够以一纸契约的形式，把它列得非常清晰，这个才对你老婆来说是公平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在情感里面学会拒绝情感绑架。其实姐姐说的很对，就是你已经被情感绑架的，就是一直在委屈自己。大哥不应该什么委屈都让他受。你哪怕让你前妻受委屈，你都不应该让她受委屈，因为现在跟你经营你们的婚姻、你们的生活，未来要一起往下走的人是他，你不应该欺负老实人，否则的话，我告诉你的婚姻一定岌岌可危，因为他除了是你的妻子之外，他同时是他女儿的妈妈。姐姐，你现在要开始学会屏蔽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和事儿，屏蔽这些负面的声音之后，你要构建属于你自己的安全系统。你要相信说你的老公是很爱你的，你的女儿是你所有的精神支柱和依靠，你都可以坦然的去接受他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你都可以坦然地接受自己要成为一个后妈，所以你也要坦然的接受自己，说我是可以改变现状的，并且我有能力，我有力量。丈夫要做的就是帮助他，相信他，支撑他。还有就是他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诉求，你如果想要挽救你这段婚姻，很简单，所有的男孩子、男人也好，老男人也好，来我们舞台上千万不要打嘴炮。就是他不是想出去玩吗？你就带他出去，哪怕短途郊个游，你让他有一次回忆，好不好？还有一个就是，你对你自己的女儿，我觉得你要有一个非常正向的引导。如果再有这种情况，你作为一个父亲，你应该来主持这个公道。你畏首畏尾的伤害了这么多人，所有人都被你伤害，因为你的怯懦。始作俑者就是你，别的都不用说，解决好自己的问题，你们家庭会特别好。头婚怕小三，二婚怕前妻，婚姻它是有法则的。你的前妻很显然，对你们的生活不仅是打扰，已经构成了骚扰。你前妻或许想，我不幸福，你也别想过得好，她不断的对你们构成了各种的骚扰。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一个负责任的现任丈夫，一定是挺身而出的，但是很显然，你的脑门上就写着2个字逃避。另外，你的态度他看在眼里，你在他眼里透明的像一张白纸，他明白你的性格，明白你的为人，所以敢。如果说你义正辞严挺身而出，他敢吗？另外，你刚才说为了维护关系，你不要侮辱我们的智商。你是做装修的，不管做工装的、家装的，是需要去迎合市场的。你的那一帮朋友，我请问能给你带来多少业务？但是这当中，你为了迎合这帮朋友，就不惜去委屈身边最亲的人，这一些不愉快都留给了自己的家人。朋友要交往，但是也要学会拒绝。你是来者无拒。我没有看到你拒绝过任何的朋友。另外，你为了面子，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存还在逃避。我请问，面子重要还是生存重要？水电工一天要赚个几百块钱很容易，你就放不下这个面子。我当过队长，我当过包工头，我有几十号、100号人，情况不同了呀。妻子也一样，如果你面对这样的情况，量力而行去打一份工，就让他看我管家，我还自己去赚一份钱，不管多少。你们现在2个人好，每天赖在家里吵架，斗嘴，然后斗不过了到爱情保卫战来，2个孩子也都在看呀，2个孩子会看得起你们吗？所以你们2个人想好好过，真的想维系这个家，2个人先把手中的那个生存的能力释放出来，否则释放出来的一定是这个家庭的崩塌。谢谢。周先生，我就直言不讳了啊。您说。您有点太欺软怕硬了，欺负老实人。面对你前妻那样的悍妇，你就选择我不面对，我逃避，我不说话。因为跟他争吵过很多次，争吵不过。你前妻
确实是个厉害角色，所以你不敢。但是你的老婆她是个善良的女人，所以你敢。我想跟薛女士说的是，你的善良要带点锋芒。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底线、没有原则、一直善良的人，你就是沦落到被人欺负的份儿。善良和懦弱，它怎么区分？就是当我们面对敌人的时候，我有能力去伤害你，但是我不去伤害，那叫善良。懦弱是什么？当我们面对敌人的时候，有能力去伤害，但我不敢伤害，谓之懦弱。所以，如果你一直无底线的善良下去，你就会变成懦弱，会让别人变本加厉。你没听出来吗？他的前妻曾经连家务活都不干，是你的公公婆婆一直在伺候他们，而你现在的丈夫一句怨言没有，他只会说这个女人挺厉害的。我相信他会怎么给你洗脑？他会说，啊，你看我不是跟他过不下去了，找了你吗？是因为你好呀，是因为你怎么样啊？这就是在给你洗脑啊。这样他就可以一直在家里面作威作福地欺负你。所以当你发现有一些事情自己无法容忍的时候，你要非常严肃认真告诉他，对不起，我不能接受，我的善良只给对我好的人，而如果欺负我的人，那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善良的茬儿。我现在觉得你们两个人最大的失败是在于没有处理好两个女儿之间的关系，你们让两个女儿同时受到了伤害。看似小女儿是被欺负了，但是大女儿心里面会好受吗？她面临着在16、17岁的年纪要去到一个新的环境，马上要高考了，转学是不是适应？看似是她是那个出了头的人，可是她之后的人生怎么办呢？你们都没有想过。所以你们两个人在为人父母这件事情上一点儿不合格，我反而觉得你们两个人现在应该放下你们两个人之间所谓的这些矛盾，好好的去关注一下两个女儿的身心健康，因为他们现在已经马上18岁了，他们怎么看待自己未来的感情，自己未来的婚姻，怎么能相信男人？你们无法想象他们内心受到的伤害。所以如果我觉得这话有点难听，如果一段再婚的婚姻伤害了自己的亲生骨肉的话，或者因此让自己的亲生骨肉在人生当中已经失去了一个方向，或者受到了一些心灵上的创伤，我觉得这婚姻不要也罢。你们顾着谈自己的恋爱，顾着让自己的人生幸福，那下一代呢？所以我觉得先当好爹妈，再谈感情吧。我觉得毋庸置疑，你的前妻是一个悍妇。然后呢，你碰到这种彪悍的女人，你不敢惹。你惯着她好，就说这位女士，她说你是小三儿，你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闹大？你为什么不给自己自证自己的清白？她跑到你家去，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打110，而且我一定会哪个老师说的，我要当着他同学全班的面把这件事儿你必须给我说清楚，谁是小三儿，连累的是谁？是你的女儿，而且现在这个老婆，你嫌她唠叨。他做事儿，人家手上每天在忙着许多事情，你说他唠叨，你这是在欺负他，欺软怕硬，你知道吗？这位女士，我觉得是因为你的懦弱，是因为你没有自己的底线。你从一开始，从他说你是小三儿那天起，你就没有给他立规矩，让他闭嘴，让他知道你的底线在哪儿。你所用的方法就是哭泣，你的孩子也是哭泣，所以就是你们两个的孩子，实际上都是心理上有问题的，都会造成心理上的伤害。孩子都10几岁了，你们先一起来把孩子的身心健康搞清楚。男人的力量决定了女人的音量，男人越没有力量，力量感越低，女人抱怨的音量就越大。你知道男人力量感说的是什么吗？不是你的体力，不是你的外在，而是你的事业、你的态度、你的责任、你的担当，还有你的勇气。你要敢于面对所有侵害你及你家人的别有用心的人，你要敢于的去说，在这件事里头，我要坚持什么，什么是对的。我们不能躲，遇到事儿就怕，
这件事儿就跟上你。我们在面对事业上的挫折，我们不能气馁，我们不能放弃、躺平，因为你退无可退，这是你的责任。对于自己妻子的抱怨，你要知道为什么，而不是只说哎呀你太烦了，你不理解我，我也需要休息。不是的，那是你的担当。一个男人如果没有了个性，没有了担当，没有了责任，就是一个任人欺负的人。反映在社会上的工作，反映在家庭里的关系，都是这样。把自己的力量感找到，做一个好的、合格的父亲，做一个合格的丈夫，敢于去解决问题，不要逃避。你可以暂时逃避这个问题，但是你永远逃避不了这个问题带来的结果。妻子、丈夫就是这么一块料，别看我说完了，未必能马上有效。你怎么办？还是按照以前的惯性逻辑再去往下走吗？不能了。你光提高了你抱怨的音量没有用的，你要做出改变喽。因为你是有一个期许的，或者说你的委屈攒齐了，你就该爆发了。我觉得你可以去工作了，为什么不能呢？对吗？其实家里没有那么多事情需要你做，可以交给他呀。你去就要挺身而出了。谁规定必须是男的主外，女的主内呢？我们不要一成不变，要面对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方法总比问题多，就看你们想不想去解决了。因为你们两个人夫妻现在遇到难处了，你们俩要绑在一起，取长补短，面对外面的困难，而不是互相指责、做内耗，没有一点用处，好不好？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今天大概率肯定是会选择出来的，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出来之后，要想一想，真的要怎么调整你们两个人接下来的这个日子。我觉得待会儿出来以后，应该要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才有意义，要不然我觉得就不用出来。我们的周先生和薛女士他们的选择到底是如何的呢？3、2、1，请开门。他们倒真会出来。对，肯定是会出来的。没嘞。来了，他们在光芒中牵手而来。好。怎么想的呀？我觉得我们还是能过的，因为我觉得他是比较贤惠那一种。因为我的问题吧，因为还是有点大男子主义，还是会改一改吧。面子问题，你一定要改了。你不能光对他大男子主义。哎呀，先做个大男人吧。真的是。我是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孩子很重要。对，是。你们多花一些时间去了解一下孩子，陪伴一下孩子。对，像那老师他们都多多少少都受到了伤害，受到了你们的婚姻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务之急。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们二位，记住浪漫30秒。谢谢你二位啊，祝你们幸福，在这边请。